这2个人立刻给我抓起来！不交出纪云晨，杀了这个臭丫头！各位客官，万事好商量啊，万事好商量。喂，九龙总，你这一双手上功夫天下无双，什么时候到对一个后辈言听计从了？上头有令，不可违。公子，姑娘，得罪了。不。乾坤，喂，你这个老头好霸道，连看戏的都打！住手！歇歇，给人家说2句话的功夫。对不住，又给你惹麻烦了。阿培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不要连累别人。好啊。你终于不做缩头乌龟了，终于打算出来还债了，是吗？你说，要我怎么还？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当着我的面自断筋脉，跪在地上给我磕800个响头，再让我戳个3刀6洞。咱俩以往的恩怨也就此了了。这不难，我同你回去，要杀要剐，全听你的。只是莫要连累他人。慢慢来，慢动手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小店呀，就这么1个厨子，要被你们弄走了，我再上哪儿去找一个？不用你管！一大清早就堵着我的门，让我怎么做生意？衡山脚下3不管的地方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。你以为光是靠嘴甜就能混下去吗？哎，阿飞，你看见那掌柜的一双手了吗？救我！大事不好！青龙旗立在门口，此地只许进不许出，只留死人不留活人。哎呀，这个小白脸也是自带倒霉之气，谁跟他一搏谁倒霉，还带着这么大个累赘，恐怕是要吃大亏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种场合，我也不大擅长应对啊。反正我是不想死在这儿。走。
一个都不能走。拿住！这难道是破血刀？老朽不知姑娘是南刀传人，方才多有得罪。我等的恩怨既然与姑娘无关，那么就多有打扰了。姑娘可以跟你那位朋友先走一步，来日有缘再见。老朽再向你赔罪。嘿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你这个老头儿，听到“破血刀”3个字之后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见一时半会儿杀不动，便突然变得说，不知道姑娘是南刀传人，而这“嘿嘿”2字，更是猥琐无比。我从未听过一个人能在一句话里塞这么多废话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姑娘，既然九龙所发话，你们能走，还是先走吧。本来就是受我牵连，实在抱歉。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愿意来愿意走，轮不到一个蚯蚓来管。我这个妹妹确实有点没大没小，时而欺负兄长，但是说话还是很顺耳的。那好，上天有路你不走，地府无门你非要往里闯。今日南北刀相聚在此，我青龙一脉倒要领教。什么南北刀？这香有毒吗？那倒不是，这香便和你们48寨的烧剑一般，恐怕这是青龙一脉的传信手段。和那将属下当洋放的穆小乔不同，青龙主不爱自己动手，最擅长群殴。他创了一派人多势众的翻山倒海大阵。打仗不见得行，但是对付落单的高手却是极佳。等青龙主亲至，恐怕我们就谁都跑不了了。人多不怕，就刚刚他说南北双刀，北刀指的是谁啊？敢问前辈，当真是那位北刀的传人，纪云辰，纪大侠？惭愧，在下确实姓纪，但是如今已是废人，不敢污了先师的名声。这北刀传人，万万不敢领。要脸吗？且问问他，还敢动刀吗？没错，我确实发过重誓，自废武功，永远不再动刀，也不再与人动武。终生不能跟人动武，那倘若别人要杀你呢？那就让他杀便是了。今天在这儿的所有人，丧命于此，都是受你牵连。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
哎，且慢！你这就算死了，这九龙所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再说了，这四象山何时说话算数过？说的也是。论起武功，九龙所未必排得上，可是要排起心狠手辣，他老人家恐怕是遇不到对手。别说是一个人死在他面前，就是死1000个、1万个，都耽误不了他老人家由着性子杀人。那你到底是想让他死，还是想让他活呀？四象山的人脑子都有问题吗？自己主意前后都不一致，老是说嘴打脸玩。青龙香也燃了，青龙旗也立了，各位的生死可不由己喽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？事已至此，只能趁青龙主未到，赶紧杀了他，逃之夭夭。我知道，我问的就是杀他的办法。全都一拥而上，人海战术。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你现在看看在场的还有几个能动的？你行你上。我可不行，我没刀，我怎么打呀？谢公子，你可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啊！给我上！哎，你那个削骨伞呢？小骨伞。只有3尺清风之力，我有3寸长蛇之诀，天衣无缝，合作无间。果然是芙蓉神掌花正魔。破血刀在李前辈手上，精华在无风；在李大当家手上，精华却在无匹。刀法是死，人是活，不必太拘泥于前人的绝学。对啊，我外翁没的时候，我娘比现在的我也大不了多少。他那套破血刀，指不定学成了什么熊样。他说破血刀就是无坚不摧，到底是祖传的，还是他自己编的都不一定。我为什么要奉为圭臬呢？我要成为我自己。女下饶命！饶命！女下饶命！女下饶命！女下饶命！小心！毒！华兄！20年了，还有人记得我这个老东西。只可惜啊，我的芙蓉神掌在现江湖的时候已经没有掌了。诸位，这香虽然只烧了一半，但是怕也不是白烧的。青龙主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我们要速速离去才是。不愧是北刀的传人，就算成了个废人，还有这么一帮狗腿子，上赶着帮你。你再出言不逊，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？来呀，砍了我呀！闭嘴吧，他真干得出来。诸位，没事啊，你们都是受我牵连，吉某人百死莫赎。
你们扣着我也没有用，我只不过是青龙主座下一条会摇尾巴的狗。可是你们今天毁了青龙旗，灭了青龙乡，公开打了他老人家的颜面。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都跑不掉，都得死。他配！你如今的样子，若是让你双亲见到了，他们心里该多难受！别再糟践自己。好话就你会说，你还有脸提我爹娘？青龙主，不会真的来了吧？输人不能输阵，我们出去。哎，楚人呢？不用找了，人在这儿呢。虽然我武功稀松，比不上你们这些南刀北刀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可是我想，我要掐死这么一位姑娘，应该是不成问题吧？就这点本事啊！把你的狗爪子拿开！他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哎，这姑娘怎么比你漂亮那么多呀？女孩子嘛，就要这样细细软软的才比较好。像你这样打打杀杀，小心长一脸的皱纹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忘记了，像你这样打打杀杀的，估计都活不到长皱纹的年纪。再说了，你看我像是怕死的人吗？他配！我听启大侠这样称呼阁下，想必阁下大名就是这个了吧？敢问尊称是否是有因呢？你知道什么？周姑娘，刀下留人。我没想到她竟然学了青龙主的医学之法，是我失察，实在抱歉。难不成你以为我加入四象山只是个幌子吗？怪不得小白脸说话藏头露尾，闹了半天是在鬼话连篇，等着没人的时候好杀人逃命。周姑娘，还是饶他一命吧，看在李老寨主的面子上。你听我外翁做什么？阿飞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殷文兰之后。山川剑，双刀一剑中的那一剑。剑乃君子，山川剑殷文兰是正经八百的出身名门，而立之年后，自成一代宗师。可惜飞来横祸，满门被灭。就他，山川剑的后人，看什么看？真这么不要脸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。报告主任，我们找遍了客舍的上下2层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一群废物！去，把狗给我找出来！堂堂北刀，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客舍里面当厨子，还惶惶不可终日，非得挖个什么地道，真是不能够理解。人不当，非得要当鼠。那你呢？人不当，非要当狗？你懂个屁！我是人，自然不懂。让你跟着走就不错了，乱叫唤什么？小心我揍你啊！哎，诸位，这条地道是为了我和我那未过门的妻子修的。我们2个想隐退江湖，隐匿于此，怕仇家来寻衅，
所以特意挖了这条地道。哎，与己兄无关啊。周姑娘、谢公子、吴小姐3位，请先走一步，快。你先走。好。花掌柜，你这个手还能行吗？没关系。那就多谢花掌柜，先走一步了。请阿飞，走。阿培，跟我们走。走。看来他们是在这边啊，给我追！阿培，阿培，华兄，季兄以前听你的，以为他只是年少冲动，情有可原。可今天你算是见识了，这种人你还护着他吗？你是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我今天绝不可以放过他。华兄，你时常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挂在嘴上，不就是年轻的时候英雄救美，受了重伤，差点要了命，他救了你一命吗？哎，纪云辰，他救的那个女的，后来找到了你是吧？是。你为何将那仅剩的一颗九环丹给了那女的，去救这胖子？当年我入关之时，假使相赠一颗九环丹，常人服下，有疗旧伤之奇效。你自幼娘胎带病，身体虚弱，我想等你再长大些，再让你服下，或许能发精洗髓。可是没想到，东窗事发，我知道了你的那件丑事，我怎么可能去吃你那颗九环丹？是，我酒后失言。纪云辰，你都不仔细想想，是谁把你灌多了？是谁从你嘴里套出来的话？是谁安排我在现场的吗？你闭嘴！那个女的看似单纯，其实城府极深。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做一个圈套，让我跟你反目成仇，为的就是要那颗九环丹去救这胖子的性命。你有半条命，都是我施舍给你的，你还要杀我？怎么有2条路啊？他们呢？他们都有各自的江湖恩怨，我们还是别插手吧。华兄，快走！季兄，我的命都是你给的，既然你那么想护着他，好自为之吧。多保重。华兄，当年修这个地道的时候，我留了一个机关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。你怎么跟来了？这密道是你家建的？不要脸！你，周姑娘，花掌柜呢？
文将军的人还在客室附近。小宝贝儿，等文将军走了之后，你一定帮我好好的找一下我的一条狗。胖子对这附近很熟，估计早安全逃脱了。这条路是往哪儿走的？这条路一直通往衡山脚下。在衡山脚下挖密道，衡山派没意见吗？周姑娘有所不知，当年两军在此地交战，打的是昏天暗地，民不聊生。衡山派一向颇受百姓敬重，有不少弟子都是山下人家的，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。可是，一旦插手，就怕会引火烧身。那后来呢？那一战，从掌门到几个辈分高的老人都折里头了。后来剩下几个零星的小辈，哪儿扛得起这么大一个摊子？有家的就回家了，没家的就跟着新掌门走了。新掌门带他们去哪儿了？据说那新掌门是老掌门的关门弟子，走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有没有16期，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看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嗯。走。阿飞，他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？他大概满江湖跑的时候，净顾着听人家墙根儿了。撞到鼻子了！哎呦，眼泪都出来了！快看看，阿飞，有没有鼻血流出来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。你干什么？有虫子，你信吗？让开，恶心！哦，踩我脚！这里地处偏僻，我相信应该已经甩了他们了。项圈都没摘的狗，别人是抱不走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日服食一种丹药，身上有味儿，人是闻不到的，只有他手里那只寻香鼠才能闻得出来。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他都能找得到。你有话不早说，非得这时候才说。既然你不及时说，那你就闭嘴吧。把我们家的狗还给我，本座赏你们一个全尸。是吗？本王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要赏我一个全尸。我家君上乃是皇室血脉，不错，我的身份高贵，所以文玉要一直保护着我。但是我又不喜欢别人跟着，所以他们为了我的安危，就给了我把少剑。只要少剑一放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他们都会来保护我。青龙主，这东西是不是你的，你心知肚明。世上只有苦主讨自己东西的道理，其他人都名不正言不顺。如今那个苦主的骨头渣子都烂没了，你我抢着山川剑，都只能算是贼。像青龙主这样的前辈，想必是做不出这种贼喊捉贼的龌龊事儿吧？
兴奋自在，瞧他那得意样。秋龙主会跟来吗？你猜？现在这么严肃，你还能开玩笑？我的谎话应该撑不了太久，我们还是先找地方躲起来吧。寻香鼠生性敏感，如果遇到人多的地方，一定会东躲西藏。你们再看，刚才寻香鼠顺着山路放心大胆往上跑的样子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。不好，露馅了，快跑！走。差点忘了那该死的老鼠。你先走，我蹲后。走。给我追！阿斐呢？周姑娘留下来断后了。他断什么后啊？这分明是断我的后嘛！许大家，这样，你先带吴小姐走，我去找阿斐。好，稍后跟你们会合。若是半个时辰后还没有见到我们的话，我带他们俩先进入衡山密道，然后我再送吴小姐去48寨。好，多谢。我的丹田气海已经被那几刀抽空了，这会儿随便有人扑过来给我一下，我大概连刀都举不起来。罢了，只能学谢云那厮唬唬人了。司象山是吧？我看你这水平，还不如穆小乔呢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？我猜你这个臭丫头是想找死！哼！瞧好了，这招可是有横断天河之威，让你开开眼。给我追！你单挑青龙主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你不是把我拽上来了吗？要不是老人家那一掌，就你这点力气，顶多拽来试。哼，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武艺精进了不少。
笑什么笑啊？这货全身透着古怪，我却依然能无端的信任他，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造反前，先逃命要紧。你找什么呢？密道应该就在这附近了，非常隐蔽，挺难找的。阿飞，阿飞，这边这边。好汉真牛啊！哎，刀呢？啊？要你管？手无寸铁还敢跟青龙主继续纠缠，你可……哎，虽然不是刀，但是我也没别的了，凑合用吧。你哪来这玩意儿？拿来壮胆吗？我刚才捡的。不是我说你自己私下里挤兑自己人，怎么这么凄凉啊？哎，这位英雄，咱能不能别以后一到关键时刻就想着动手解决一切啊？阿飞，你们别争了。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这么莽撞啦？啊，我们都很担心你的。他不好好的吗？我不是也好好的吗？啊，是你人是好好的，但就是啊，每次都要赔上一把刀。哎，等我回去啊，准给你做一个特制的杯匣，7、8个插口，插满排一圈。等你出了门呢，插上个7、8把大砍刀，准跟开瓶似的，又好看又方便，省得你不够用。你回哪儿去啊？跟你回48寨呗。走啦，阿飞，快点走啦。确实是有打斗的痕迹。我看青龙主啊，多半伤得不轻，我们可以先在里面避一避，他也不会逗留太久。人呢？主人，整座山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。现在衡山脚下，他们一定躲进了密道。传令下去，转战衡山派就职。是。阿飞，查探怎么样了？这个密道四通八达，有很多机关，而且有很多分岔口。我们人在地下，本来就容易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再加上我们没有地图，很容易就被困在这里。
这怎么办呀？我不想一直在这洞里待着。没办法了，现在也只能先在这里避一避了。希望他们能快点离开这儿。周姑娘，周姑娘，我听说修习破血刀者常常大器晚成，但是我看你的刀法出尘火候，你从小就开始练，练几年了？我娘在我临出门的时候，娘说不要轻易透露底细。我不是从小学的，大概2、3年吧。2、3年，嫌太长了。1、2年吧，反正差不多。除非是走捷径练魔功，否则但凡是天下绝学，那都得有个数10年之功来填不可。你这进境已经堪称神速了。行了吧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就我这水平，现在就是有辱家学。所以阿飞，你到底学了多久？8年多吧。我体内还有窟窿真气，感觉正在渗透到每一世的破血道中。是啊，这一路上又几经生死，我们不怕死的周大侠被各路英雄又锤炼了一遍，也是难得的机遇啊！你偷听我说话，干嘛呢？后生可畏。主人，入口在那边。我看你们这下往哪儿跑？当年衡山派出逃之时，密道口故意不封，就是为了拖延追兵。若是没有熟悉密道之人引路，他们一时半刻应该找不到这儿来。我看敲锣就是为了让我们自刎阵脚，大家不必慌。是啊，我刚才探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结果。要不是我熟悉这里的路，否则很难从外面走回来。那老家伙进来容易出去难，今天谁到底死在这儿还说不定呢。要不然他们偷偷摸摸进来偷袭我们便是。敲什么破锣呀？我在此主保，金银珠宝，灵活绸缎，何曾立新过？贪财也好，好色也好，想要什么，何时不给过？要个弓箭枪镐做什么？山川剑都碎成8段了，不值钱的。你现在乖乖的还回来，我绝不追究，好不好？看来青龙主是抓不到你，誓不罢休了。20年前，他为了我父亲手里的这个宝物，不知道算计了多少人。如今，这东西落在了我的手里，是被他自己亲手养的狗偷走的。你告诉我，他能有什么好心情？莫非你这狗东西，还跟殷家有什么关系不成？那就更不用躲了。当年殷家早被我手下这帮兄弟灭了门，你这年纪，不定是哪儿冒出来的野种呢？我最讨厌别人叫我野种。不妙，我好像听人说，青龙主手下有一批敲锣人，他们都是瞎子，能在黑灯瞎火中靠3更锣的回音判断前面有什么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些胡同还有机关，他们根本就不用自己去探，
就能及时退回来。恐怕这么一刀，困不了他们多久了。季大侠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多久能找到我们？这倒不好估量。倘若真如你所说，恐怕很快就会找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先出去探一探，万一外面暂时安全的话，我们先撤出去比较好。你放心，48寨我都探得，衡山密道也不在话下。你先在这等着。怎么老往外跑啊？周姑娘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说。青龙主等杀。来者何人？躲躲闪闪的，算什么好汉？往前走。像你这样的女孩，若是换成别人来教，肯定会让你选择尖刺、长鞭这等省力机巧的兵刃，要不然，也会让你习得一手出神入化的暗器功夫。只要轻功过得去，也足以保命。真不知道你的长辈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让你用刀，还偏偏传了破血刀给你。是，已经不止一个人说我筋骨不够粗壮。练刀事倍功半了，所以呢？那有没有人问过你，以你这样的出身和模样，即便是骄纵无能，也足以顺遂地过完这一生，让你不必在刀尖上舔血，四处颠沛流离。绝世的才华与倾城的容貌，本就是这世间罕见的宝物。但是，一旦对他生出倚仗，他也很容易变为你这一生无法摆脱的魔障。我当年就是太过恃才傲物，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才会犯下那样的错。哪儿这么多废话？到底想说什么？好，那你记好，将来谁同你说这样的话，都是在害你，你连一个字也不要信。我接下来说的话，你可要听好了。前辈请讲。当年并称南北双刀，南刀极烈，北刀极险。又说断水缠丝乃杀人之刀，而破血乃宗师之刀。修习破血刀者，如同风雪夜独行，需心智极坚，毅力极大者，或能一窥门路。尤其是无匹、无常、无风三式，乍看之下，这招式平平无奇，但是很多人哪怕穷极一生也无法参透。若是过不了这一关，即便是刀法再精，内力再深，也只是无魂之刀。周姑娘，我是担心你修炼多年，恐怕也会一事无成。你说这么一大串，就是想咒我一事无成？哎呀，我出去探过了，青龙主留了一些人在外面巡山，
不过人不多，大批人马都下了密道，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出去比留下来安全。要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周姑娘，你到底是想和他们一起逃，还是愿意留下来冒一次险，与我一同杀了青龙主？若是你愿意留下来，与我杀了青龙主，我可以将断水禅丝传给你。你只需要帮我拖住青龙主，剩下的我自有办法解决。不行！你让一个小姑娘替你升抗思想山的4位主人之一，除非给她吃一个太上老君的仙丹。季大侠，不是晚辈无礼，而是是非宠辱都是过眼云烟，能忍一时又能怎样？20年前你就非要钻牛角尖，现在你还钻，你阿肥，那个小白脸的死活，我当然可以不管。你只需要帮我照顾好楚楚。你们先走。你。既然你说你自有办法，我可以留下来帮你。不过我的话你也听好了，我留下来是为了对付那只大老鼠。至于别的，你不必教，我也不会学，更不会转投其他门派。南北双刀并行，我看在我外祖的份上，本不该对你不敬。但如今见识了你这样的前辈，少不得也要说一句。断水禅丝算什么东西了？是啊，断水禅丝，它不算什么东西。但不管如何，谢过姑娘了。我们先去把洞堵上吧。找到他们了吗？回禀主子，这条通道里没有任何阻碍，他们应该就在最深处。好，继续往里追。是。搜魂针。你刚刚说什么针？周姑娘，想要应对青龙主，只有我北刀招式可以牵制住他。别看我现在如同一个废人，但以我曾经的功力，足以与青龙主一决胜负。我要用这搜魂针逼出我以前的功力，但这搜魂针一旦下阵，我需要闭目养神1时半刻的功夫才能起效，还要劳驾周姑娘帮我牵制住青龙主，待到我回光返照的那一刻。好。先前你看不上我北刀，那我可否以断水禅丝向你领教一二？怎么领教？说我不能武斗，周姑娘可知何为文斗？
武斗是交手，文斗是过招。文斗中人呢，或者只是互相解说招式，或者是在互相不触碰的情况下比划个1、2，谁也不伤谁，非常和平。周姑娘，请。周姑娘，请你用南刀招式出3招，我以北刀来应对。请。怎么突然之间，阿斐的状态就变了？因为在阿斐的眼里，他刚才已经被断水缠丝一刀两断了1次。外面的遮挡只能骗得了他们一时，最后恐怕还是需要周姑娘出手相助。此地空间狭窄，他们人数再多，也难以一拥而上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这青龙主最擅长以强欺弱，他一看你是个小姑娘，必然会亲自动手，他的内力远在你之上。你所能倚仗的，就是绝代刀术。接下来，我就让你看一看这绝世的杀术。在这1宿时间内，若你能在此刀下走上20招，青龙主一时半刻奈何你不得。再来。主人，左面通道没有发现情况。主人，右面通道没有发现。主人，我们也没有发现。难不成他们会在山洞里面消失了吗？去把顺风锁给我叫过来。得令。为什么不出招？因为除非与你对阵的人功力远逊于你，否则你刚才那一招要是变不过来，不是兵刃脱手，就是伤了自己。连你都看出来了？季前辈，方才是我口出狂言了，请多原谅。哎，季大侠，您说的一时半会儿到底是要多久啊？是1顿饭、1盏茶，还是1个时辰？要是1个时辰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去给大伙买几个棺材，还能便宜一点。说什么呢？一边待着去。薛公子，这个还真的不好估量。也许1盏茶，也许就是1个时辰了。
谢公子，你是不是还想劝劝阿飞啊？这个丫头片子，耐心就2张纸那么厚，我要是再说下去，就是喋喋不休的讨人烦了，要被她在心里踹飞2里地了。阿飞虽然脾气不大好，但是他是我最值得信赖的，你别这么说他。软化别人是不行，这要是来硬的，可就不是2里地那么简单了。阿飞，阿飞，阿飞，啊，我还要带吴小姐走呢，万万不能待在这里。她现在不听我说，你来跟她说。阿飞，我跟着你，你留下来我就留下来。吴小姐，穆小乔什么样，你可是亲眼见过的。嗯，我见过啊，而且这个青龙主应该也不会太差。怎么了？此人为4象山主人之一，就说明他除了武功以外，还有很多你想都想不到的手段。他一旦顺着这个密道过来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对付得了的。落到青龙主手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？我不吓唬你，你自己想。楚楚，你跟谢大哥先走，这里交给我跟纪大侠就行了。我以为一个人最难的，未必是要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应该先知道轻重缓急。什么时候应当一往无前，什么时候应当视死如归，什么时候该谨小慎微，什么时候又要暂避锋芒，都要心里有个数。该勇时优柔，该退时发疯，也不知道是哪家君子不合时宜的道理。姓谢的，你是在指桑骂槐吗？我只希望我指的人能够明白我的一片苦心。你以为我就不想回家再好好练练刀吗？只是像青龙主那样的霸主，必须早死。谢公子眼光独到，看得出来精通不少兵刃，可有专攻过刀法？惭愧，在下专攻的只有一门，就是如何逃之夭夭。单刃在前是刀，双刃是剑，刀乃百兵之胆，因为有刃的一侧永远在前。不错，只要不是自己抹脖子。若是没了这点精气神，什么断水沉思，还是破血，都成了凡铁蠢物。我就是前车之鉴。破血刀有劈山撼海、横切天河之势，如今当斩之人近在咫尺，他杀心已起。你若此时劝他退避，想必他这一辈子都会记得此时的无能与怯懦。纵使他能够活到7老8十，那他在刀法上的成就，恐怕就止步于此了。不用说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要是真怕死的话，早就离你远远的了。我说错话了？我当你是平生知己，你却当我怕死。纪大侠的搜魂针凶险，我替你把关护法。谢谢。
现在就指望你了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桐庐镇。周姑娘，时间不多了，再来。好，再来。阿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其实，如果几前辈武功没有废的话，阿斐倒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。为什么？他的武功杂而不精，与人交手时又颇有极致，常常能出其不意。尤其是跟那老道士学了浮游阵之后，他这千变万化的风格，更是如虎添翼。即便真的遇上青龙主，也能周旋几拳。可关键就是，他与几前辈并不是真刀真枪的动手。不是真刀真枪，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文斗，在外人看来，可谓是又平和又无聊。因为你根本看不懂两个人在比划什么，但是对刀法和剑术的要求却是极高。因为在武斗时，灵敏、力量、内外功夫，甚至心态，都有可能会影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阿斐坐在这儿文斗，会限制了他的发挥？是啊，眼下几大侠就坐在下面，阿斐不能围着他上蹿下跳。首先浮游阵法就使不出来了，而且他也不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小招数去对阵断水禅丝，他只能用破血刀一招一式的与他你来我往。这确实也是为难阿斐了。几大侠是北道的集大成者，虽然武功已经废了，但一点一动俱是步步惊险，能轻易将人卷入他那看不见的刀锋中。也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阿斐可不可以成功？他又什么时候让我们失望过？主人，找到了。阿斐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周姑娘，刚才你完全接下了我5招。刚刚在刀与刀接触的一瞬间，我好像摸到了山势的精髓，以极薄撬动极坚，以极幽微撬动极厚重。虽然山势破血刀的第一式我早都已经学会了，但是直到刚刚被前辈激发出来，我才算是真真正正的领悟到了。可以啊，这短短的时间里就悟到了上乘武学，不愧是女中豪杰，人中龙凤，得天独厚，天资卓越。还有，我刚刚还在想9式破血刀平时都是排着队的，但我是不是可以将这2招合并在一起用？据我所知啊，单刀的时候，你向左砍就没有办法向右劈，
因此2招并作1招肯定是不行的，除非是融会贯通的大家才能改良招式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我忽然发现，每次我辅以不同刀式的时候，我体内的枯荣真气，仿佛都是在提点我刀中之意。李老寨主的刀意落在无风，李大当家的刀意落在无匹。姑娘，那你的刀意呢？刀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北刀似水，刀断不了水，那我又何苦每次使出蛮力来对抗北刀？被北刀以柔克刚，反而消解了我破雪刀的劲道。我要落在无常。不愧为南道的传人，周姑娘，你在武学上的悟性极高。我看青龙主应该很快会到，不如趁热打铁。好。习武练功是为了什么？有的人呢，可能是奔着开宗立派去的；有的人，可能终生都矢志不渝地追寻着天下第一。打匪这里，阿匪对武功有极强的兴趣，但对天下第一的称号根本不在乎。是啊，他争强也好胜，但这争强好胜的心并非十分执着。这说起来，倒有点像五柳先生，没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谢公子真的很懂阿匪。不好，听这个声音，他们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再等等看，不一定能找到这里。他们2个这时还需要多久啊？以他的悟性，倒也不难，只是这周围一直都是吵吵嚷嚷的破锣声，很容易扰乱他的心神。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扛得住。他们好像走了，看来我们那个假胡同骗过了他们。也许吧，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好骗。
希望还能再撑一会儿。记住，背刀断水缠丝，刀法缠绵回绝，但自有分寸方圆。没事，我先拖住他们。你们太小瞧他们了。青龙教的人耳朵比一般人好使得多。你们这么小声说话，跟在他们面前说话没有什么区别。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你小子还活着呢，等会儿把你交给主子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我们先收拾了这2个人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可想好了啊？真要动手？什么想好想不好的？你们可真想好了啊？不要逼我动杀招啊！杀招？哼，我倒是听听你怎么杀。我本来呢是心怀慈悲的，把这个洞口堵上，不想让你们来寻死。结果你们倒是真挺会寻死啊！等我把你舌头扯下来，看看你还敢不敢这么说。切，你们不就会点阵法吗？其实这种阵法啊，非常的不堪一击。这种阵法内含5行生克变化之力，一人击罗，引致敌方进攻，自示弱点；其余4人绵延而上，这5人互为手谕，又与其他组互相交换，因此变化无穷无尽。哼，知道此阵法的人多的是，这算什么？但知道破绽的人可就不多了吧？破绽？你不可能知道。就是站在前卫的金，如果金不稳了，其余4人也就不灵了。臭小子，是你告诉他们的，是你破坏的东西。我凭什么告诉他们呀？我跟他们又不是一起的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还被他们点着穴动不了呢。殷公子，我们是不是一起的不重要，可如今我们只能是一伙的了。你自己想想，如果我们死了，你跟青龙主待了那么久，你明白他的为人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你还不是死路一条？就算你知道了克铜锣阵的法子，可你的武功够吗？好啊，那就来试试。退下。是。等你们1宿了。有些胆色，我看你的刀法像狐香一路，实在笨重的很，不适合貌美如花的小娘子。我方才又琢磨了一下，还是觉得杀你很可惜。这样吧，你要愿意跟着我，你以前做过的一切，在我这儿都能一笔勾销。哦，是吗？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，进来出去，都有人周到的伺候着。你喜欢什么就有什么，金玉珊瑚随便带，总比你现在这寒酸的样子强吧？那我杀了你的人，破了你的破罗大阵，这也能一笔勾销吗？跟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儿比，都能一笔勾销。
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呸！我就喜欢脾气暴的。你们这帮人真够可以的，居然派一个小丫头去对付青龙柱。你们是不知道这青龙柱有多卑鄙，太自不量力。断水禅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那个自身难保的老家伙竟然还教了你2招。不过可惜啊，在我这儿现学现卖可不行。对付你这样的废物足够了。臭丫头，方才竟然虚晃了2招。我还记得第一次与你交手的时候，你不过是个虚张声势、虚晃2招就会逃跑的生手。这没过几个时辰，真让我刮目相看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又改变主意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凭谁见了都要毁掉，绝不能再让你练上10年8年的功夫。哼！你叨叨到现在，就这么一句听着最顺了。杀了你，还用不着我10年8年。猖狂！小心，他有贴身护甲。怪不得我砍不动，我还以为他刀枪不入呢。要不是他那破护甲，我早就把这老家伙的胳膊给拧下来。干什么？帮你。帮我什么？挡刀啊！小白脸，看戏看够了。当年蓬莱有一巧匠，据说双手可以点石成金，打造出许多神兵利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暮云纱。据说此物通体皎洁，不沾烟火，在暗处时，仿佛一片涌动的月光，入手极轻，穿上它便可刀枪不入。据我所知，这件暮云纱乃山川剑殷问兰为其夫人所定做的。阁下穿在身上，不觉得有点紧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有点好奇，既然殷家的东西都在你手里，你为什么不是第2个山川剑呢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无所不知。海天一色。你那3寸不烂之舌是用来拖延时间的，不是用来作死的。哎，青龙主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着急。海天一色这4个字，哪个是你的仇人？改天告诉我一声，在下保证不提了。丑
小子！我就知道他舍不得杀我。 你干嘛？吴小姐，你先退到一边，小心伤着。 好。 你不是已经废了吗？哼，你认为北刀已废，所以你才如此高枕无忧是吗？郑罗生，这些年来你在武学上毫无长进，看来也不是没有缘故。哼，不愧是关外北刀，人都废了还能重新站起来。好，正好，我正愁无缘得见双刀一剑到底有多厉害。 今天我倒是要见识一下，我这些年没有长进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北刀能有多大的长进。有一事我先问明白：殷家老小死在你的手上，这没冤枉你吗？与你何干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殷文兰，那一代宗师。 殷家中上上下下上百口人命，就毁于一夜之间。这个与我相干。既然问清楚了，事情就好办了。纪云辰，别说你废了，就算你没有废，你也未必胜得了我。谁胜谁负，谁高谁低。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今天我要取你性命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废了的北刀，能翻出多大的浪。殷少侠，如今你最想看到的。 想必是青龙主死了。谢公子果然聪明。如今这个局面，胜负难定，不如我们联手。他那个真是……回头再聊。就不告诉你。能不能换一句啊？先给他解决。放心好了，我既然答应结盟。 言出必行。我一直以为杀气便要腾腾，一直到此时，我才发现真正的杀气，那是极幽微、极平淡。 不显山不露水，却无处不在。这才是真正的杀人之道啊！留给纪大侠的时间不多了，搜魂阵起效之后，不会坚持太久。我此番打动干哥，就是为了你这个小畜生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！阿呸！
适合你。臭丫头，周姑娘。季前辈，搜孤魂上身，乘夜怪而去。搜魂针，又名大还针，是关外的一种秘法，能叫人一日千里，死灰复燃。无论是多重的病，多要命的伤，都能盖过。但是，起死回生，三可而止。周姑娘，在我临死之前，能与你过过招，将这断水禅寺传下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我已经不在意什么南道、北道。我记得尹大侠曾经对我说过。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闯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后生无端折在我的手上而已。季前辈，阿梅，对不起，我能换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走吧。真的没有办法救了吗？上也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哼，这些文人就喜欢舞文弄墨，酸诗酸词，倒不如我挑遍武林高手，开宗立派来得爽快。天下第一也好，半生沽名也罢，一切都随放。殷少侠，你杀了青龙主，又搭上了齐大侠，你的大仇得报了。那么10余年的养育之恩，又怎么算呢？人都死了，正合他意吧。你也在这海天一色吗？我殷配要做的事，你们管得着吗？这东西是我殷家的，可是被这青龙主碰过，我就不会再要了。
给你了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扔了它。少侠，楚楚姑娘，你就先留着吧。这一路上凶险万分，你又不会武功，关键时刻还能保命。留着吧。像纪前辈这样的绝世高手，却只能隐姓埋名，英雄难寻。前辈初出茅庐，便一刀经世，今有幸得见断水禅师死而复生，我周飞铭记于心。前辈说，刀是做事用的，不是做人用的。在此，我也向您许诺，断水禅寺不断，我周飞必不负手中之刀。一锦时，潇洒出风尘；惜如今，一匹黄土尽掩之。纪大侠用尽一生去弥补这个错误，无论如何，至此也是一笔勾销了。前辈的担当，晚辈着实佩服。希望来世，前辈还可以尽显风采，一展抱负。纪大侠，我们都知道你最放不下的就是殷佩，希望他能够早日理解您的良苦用心，回到正道上，不负殷家的侠义之名。